夏言呢？怎么还没来？薛老大要是发现了，又得找茬。夏言不会来了。为什么？薛老大不让他来。凭什么呀？他这也太过分了吧！先是把徐总赶走，又偷偷卖掉人家的算法，现在还不敢让夏言来参加，这一什么人？这就是一白眼狼、胆小鬼！别再瞎说了啊！狗腿子！你说什么？我没说什么，还说别人是胆小鬼，我看你才是，只敢在背后说别人坏话，这就是你的能耐。我背后说人坏话了吗？我说的是事实啊。夏言当主管的时候，你对他那么好，薛宁回来了，你马上就变脸，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好了好了，我是怎样的人啦？不管谁是领导，我都只是认真工作，完成交代给我的任务而已啊！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阿谀奉承，更没有拍过谁的马屁。我因为我的工作能力而得到赏识，这有什么好记恨的？我记恨你。可是你呢？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夏言啊？还不是因为他从不责备你，总是给你擦屁股。你想夏言当老大，不就是想偷懒、想浑水摸鱼吗？当面就唯唯诺诺、装傻充愣，背后就刻薄挖苦、满肚子牢骚，这就是你的能耐。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偷过懒？你想让我当面说是吧？好，黄美琪，你就是一狗腿子，两面三刀墙头草。当面说我算什么本事啊？你讲了薛老大那么多坏话，你也当着他的面说啊？你觉得我不敢当面说吗？我告诉你，我背后说什么，当面照样敢说什么。吵什么呢？该干嘛干嘛去。都站在那儿干嘛呢？手里都没活是吗？艾米，我什么我？有话赶紧说，没话出去干活。一个个都学会偷懒了，这都跟谁学的？谁把运营部搞成这个样子的？你别说了，我不允许你再说夏言的坏话。他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你嫉妒他，陷害他，陷害他不成又去陷害徐总，处心积虑把他赶走，就是为了把他研究了7年的算法卖掉。大家都知道徐总是不会出卖 SG 的，出卖 SG 的人是你。说完了吗？我说完了还不走？都出去。要不要去换身衣服啊？一杯水而已，不要紧的。董事长是不是快来了？应该快了。刚才那番话，真应该让董事长也听一听，说不定他会改变主意呢。改变主意？说许成义和林浩联手，这不太可笑了吗？他们2个人是情敌关系，怎么可能扯到一起去呢？你说的对。等签约仪式结束之后，你看就跟董事长好好谈谈。结束再谈，恐怕有点太晚了。就应该早一点让董事长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一直在 SG 内部搞鬼。你是说公司里面有内鬼？当然了，泄露资料这样的事情，只有公司内部的人能办到。不然你以为当初你请我回来，我为什么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我就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有我在，你是不会得逞的。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泄露资料的人是我是吗？你出现之前，公司一直风平浪静。自从你来了以后，先是用户资料外泄，股票下跌，接着方案泄露，商业机密被盗，
你敢说这一切都与你无关吗？薛总，你记错了吧 ？SG 的风波不是从我进公司开始的，而是从假账门开始的。刚才艾米也说了，是你嫉妒许成义和夏言，所以你陷害了夏言。可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得不灰溜溜的离开。你离开之后一心报复，才有了后面这么多事儿。这就奇怪了啊！既然你觉得是我搞的鬼，那为什么又要向董事会担保把我请回来呢？我这么劣迹斑斑，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因为你到底是一时糊涂，还是说你根本就一早想好了要让我来替你背黑锅，所以才不惜动用人脉，也要保证我回到 SG 来当靶子？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国内哪有什么人脉？ SG 在美国上的市，股东大部分都在国外，就是因为你在美国，所以一切才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你跟股东的关系，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当初我头一天刚离职，你隔天就上任顶替了我的位置。你以为这么快的入职速度，正是没有人脉能完成的事儿吗？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能耐，可你把自己说的也太无辜了吧？这次你回来，真的是为了守护 SG 来的？你忘了你怎么跟我提条件的？你说你要当 SG 的首席运营官，许成义对你不错吧？他刚离开你就想抢他的位置，用得着把自己说的这么高尚吗？对你这种利益至上的人来说，我要是不谈条件，你是不会相信我的。你就别自欺欺人了。你一心往上爬，先是陷害了许成义，现在又想来针对我，这样有意思吗？到底是谁陷害了许成义？要用事实说话。你当时焦点访谈呢？你少跟我来这套，这里头包含了你跟几位股东的密切来往记录。真的是很巧，他们几个人都是主张要卖掉算法的人。我待会儿就要让董事长看看你在背后到底搞了多少小动作。你到处散播对算法的不利谣言，你希望 SG 赶紧以低价把算法卖出去，这样你好坐收渔利。可是许成义呢？他不甘心自己多年的辛勤研究就这样被低价贱卖掉了，再加上他有董事长的支持，所以才顶住了压力保出算法，让你不能如愿。于是你被逼无奈亲自下场。你泄露资料，制造丑闻，引发 SG 的危机。你闹得董事会内部人心惶惶，你又挤走许成义，促成这次签约。这种事情光靠臆想是不行的。你好歹像假账门事件一样设个圈套什么的。夏言呢？他不敢来吗？我没让他来。哦，你不敢让他来，是怕大家想起你卑劣的栽赃手段吧？你一边维护着许成义，一边又排斥夏言。这么做也是为了迷惑我吗？我之所以不让夏言接触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就是为了不给你任何机会可以在他身上做文章。你在保护夏言？那你为什么把庆应大学的教授请回来站台？难道不是尽快把算法卖出去？当然不是。我之所以把2位教授请来，是因为他们参加了算法的底层搭建，他们能够证明算法的潜力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无法轻易得逞。让教授来站台，提高算法的出售价格，不错。薛宁，我以为经过了假账门事件，你应该心里很清楚，你在许成义眼里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是可以随时被遗弃的。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执迷不悟的人是你，是你不相信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用，还有真正的感情。感情？你对许成义有感情，他对你有吗？他的眼里只有夏言，你怎么就这么傻？当年我认识许成义的时候，他的一心也只想着你。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去挂念一个背叛了自己的人，是不是有点傻？他告诉我说，我们之所以会珍惜感情，不是为了别人，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感情有多珍贵。你这一套就用来自我催眠吧。你刚刚说了这么多，说我布了这么大一个局，就是为了要让 SG 尽快把算法卖掉，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购买算法的公司一定跟你有关系。
我劝你还是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谁会信你这种没有证据的胡言乱语？他们没有证据，我有。你怎么来了？今天是我们 SG 和美国 X 公司的签约仪式，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和你的老公，还有他的 X 公司是如何夺走你前男友的心血的。你在说什么？我没有老公，我和 Edison 已经离婚了，而且他和这家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就算有，至少我不知道。哎，我说林薇啊，你每句话里面要有多少的谎言呢？我这里呢有2份文件，一份可以证明你并没有离婚，还是已婚人士；这另外一份呢，可以证明 X 公司的真正的持有者就是你的老公 Anderson。林薇，你这是要把 SEDOP 卖给你自己啊？真的吗 ？Edison 还有家这么大的公司呢，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俩正在打离婚官司，这个信息对我太有用了，估计我能多分不少财产了。学长，谢谢你啊。哎，我在中国都可以查到 X 公司真正的持有者是谁，难道你在美国的离婚律师会查不出来吗？事实上，你跟 Anderson 的公司遭遇了财务危机，所以只能假意打离婚官司，找一个借口，可以互相推诿，为的是拖延还债的日期。事实上，你们是不会真的离婚。谢谢你对我和 Edison 的感情这么有信心。看来我也该做一个相信感情的人。这些年你们的事业纠缠在一起，强行撕裂，2个人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所以只是计算而已，跟感情毫无关系。学长，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没想到你现在也喜欢说这些家长里短。我管的可不是你的家事，是你在进入 SG 之后的所作所为。既然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过离婚，请问你为什么要回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为了 SEDOP。当你发现许成义在美国替 SEDOP 造势，当你发现算法已经完成，你觉得只要握住它就可以拯救你们濒临破产的公司，所以你展开了行动，加入了 SG。我说的没错吧？你想太多了吧？我的公司要破产了，所以我回国工作，给自己找条退路，有什么问题呢？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这个人呢，一心只想往上爬，不可能给自己有退路。你居然去了美国，就没想过要回来。你既然有了自己的公司，就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打工。你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不可能屈尊降贵，更不愿意伏低做小。你口中的我，有雄心有抱负，我这么上进有什么错 OK， 有雄心当然没问题，但是有贪心就过分了。泄露 SG 客户资料的是不是你？做空 SG 股票的人是不是你？你这么说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你做空了 SG 的股票，请问你们公司哪里来了那么大一笔钱？我的资金来源为什么要跟你汇报？先不说资金来源，我记得当时危机已经解除了，你完全可以收手回去做你的老板。如果这样的话，至少表面上看上去你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任何把柄握在别人手上。但是你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太贪心了，你一心只想得到 SEDOP。你说的这些我根本没有做过。没做过。这2份文件就是最好的证明。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我想得到算法，就是我贪心吗？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最初我也有参与算法的设计。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你就已经退出了。不管退不退出，算法里都有我的想法、我的理念在。凭什么你接触过的东西，你就觉得永远的属于你呢？为什么不呢？许成义如果自己能够掌控也就罢了，可是他性格那么软弱，在 SG 这么大的公司里总是被人辖制，他迟早把控不住，要把算法交出去。现在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就算我不在 ，SG 也会把算法卖掉。与其卖给别人，为什么不交给我？没有人比我更理解算法的价值。
所以你就千方百计地陷害许成义，把他赶走，把 SETOP 据为己有吗？我没有陷害成义，我可以告你诽谤。告我诽谤，证据在我的手上。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可以把他们拿给董事长看，我也会去跟董事长解释。我跟艾德森确实没有办完离婚手续，可是我们已经分居了，跟离婚差不了多少，现在也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他和这家公司有没有联系，我也无从知道。如果董事长不信任我，大可以取消今天的签约仪式，重新找买家。就算 S 进出尔反尔的新闻让股票继续下跌，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不是 SG 的股东，我也不是。只要董事长愿意为你的诬告买单，承担损失就可以了。现在请你出去，这里是我们的贵宾休息室，你要等董事长，外面等。我告诉你，林伟，不要这么盛气凌人的跟我说话。新洲市采莲路白领公寓501室，听着耳熟吗？没听说过。那你呢？这有什么意思啊？警察在那儿抓到2名黑客，那2名黑客就是入侵闺蜜星球数据库的人。我不管你们是谁主导了这件事，在警察查出真相之前，我希望你们自己去公安局自首。许成义，你怀疑我？你觉得是我陷害了你，我在打算法的主意吗？我现在还不确定。连严长军都相信我，知道是林薇在后面搞的鬼，为什么你在怀疑我？你应该是更了解我的。就是因为我了解你，你是那么的骄傲，本应该在离开 SG 之后就不再回来，但是你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除非你是别有企图。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别有所图。我在得知有人要害你的时候，我企图帮你，我企图救你，我企图帮你守住最后一块阵地。你自己看看吧。这个证明不了什么。行了，你可以向董事长继续诡辩。董事长怎么决定取决于他的盘算，但是许成义不会再相信你，因为你伤害了他太多。真的是你？不是我。那你告诉我，那段时间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为什么打你电话你不接？你说过你不会原谅我的。如果我说我要帮你，你也一定会拒绝吧？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个那么骄傲的人，我不希望我的所有努力在你看起来是在祈求原谅。既然我不需要得到你的感激，那我也就不用上你那儿邀功请赏。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帮你，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怎么现在突然就不相信了呢？因为夏言，我承认是我害了他，我错了，但是你也应该知道，不管我害谁，我都永远不会陷害你。为了你，就算我被全世界误会也没有关系。只是我没有想到，误会我的人竟然也包括你。对不起。你不用说对不起，你不欠我的。这次我回来，我想做的，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全都已经做了，我也不欠你了。我不用继续留在这儿了。其实你不是非走不可，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首席运营官，这不是你一直所期待的吗？你真的觉得我在意的是职位吗？将功补过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 SG， 我没有任何遗憾了。
我每天看着你们亲亲爱爱的在一起，就算我再难过，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只想让你幸福。别在这假装深情了。那你为什么要在韩爽的婚礼上放那段视频？什么视频？你别装了，视频就是你放的。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那我给你理理清楚。你在韩爽婚礼上放视频的事情，本来做得天衣无缝，但是你太沉不住气了，事后亲自出马，去韩爽面前诬陷我，说视频是我泄露的。那时候我就已经怀疑你了。那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针对韩爽跟马克，但实际上是在针对我跟许成业。你表面上祝福我们，却在暗地里搞破坏。你希望我怀疑许成业，希望我和他像韩爽跟马克一样一拍两散。你在电梯里救过我，我很感激你。但我向来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我欠你的我会还，但是你害我的、害我闺蜜的、害我男朋友的，我会一样不少的讨回来。漂亮，这没你的事儿。哦，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呢？也去董事长那里告我的状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救过你，你现在却反咬我一口，到时候声名扫地的是你还是我？你跟我的前男友好了，毫不计较，在公司处处维护着你，顶住压力不开除你，你却因为嫉妒我和许成义的过往，这样来陷害我。丁薇，我到今天才真正的认识你。你这么说，我好心痛啊！看来我们缘分真的尽了，就算我再舍不得，我也要学会放下。签约仪式结束之后，我还是回美国去吧，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看见彼此，勾起伤心事了。说起签约仪式，你不觉得奇怪吗？美国公司那边的人怎么还没有过来？他们不会来了，董事长已经让他们回去了。不可能！如果董事长取消这笔交易，董事会是不会放过他的。许成义已经把算法优化完成了，速度提升了20%。我刚刚来之前已经把新版本演示给董事长看了。你认为董事长现在还会愿意以你们当初谈的那么低的价钱把算法卖出去吗？你撒谎！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优化，这不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个版本并不是我短短几天内完成的，这个是我7年的积累。像你这种用狡诈的手段，在短时间内争夺别人的产品，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漂亮！用手段怎么了？搞阴谋是可能会失败，但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吗？像你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多了去了，又有几个能真正成功的？我们一样是在赌几率，就算这次赌输了，下次我一样可以再赢回来。你觉得还有下次吗？为什么没有啊？你真的觉得别人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对吗？但是你还是露出了马脚。那帮黑客说，指使他们的人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人。美国回来的女人成千上万，靠这个就想定我的罪？要下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知道你尽力在隐藏自己在网上的踪迹，但是你只要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我会协助警方调查黑客的电脑，我相信你留下了线索，绝对不止这一点。你还不知道吧？林浩已经被抓了。林浩？他不是你的前男友吗？跟我有什么关系？林浩已经供认是你指使他的，你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以他公司的名义盗取闺蜜星球升级版本的方案，制作了闺蜜秀。当然了，方案也是你给的。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违法犯罪一定就会露出马脚，这不是几率的问题，是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现在你彻底输了，你不仅输了你的将来，输了赛道，输了对你唯命是从的许成义，他现在只听我的了，他只爱我一个人。
许成义，你真的这么对我？我不许你欺负我的女人。你的女人？那我是谁？你抛弃的女人吗？你从来都不是我的，你只属于你自己。我属于自己有什么不好？独立自主有什么错？你要的不是独立，你要的是所有人都屈服于你。当初在你看来都是优点，现在全都成了缺点。明明是你变了，为什么怪我？其他人都必须按照你的想法去执行。你要看着我一，所有人都是你的棋子，你就应该为你所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你真的想要我去坐牢？不过是泄露用户资料，就算我被抓了，我也判不了多久。等我出来了，我一定要彻底的整垮你，让你失去一切，让你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你承认了，方案是你泄露的。这是公安局的张警官，他想跟你聊聊。两位，是这样，关于 SG 用户资料泄露的事，你需要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你挖坑给我跳，给你挖坑，让你走上绝路的，是你自己。走吧。林浩真的愿意去认他？林浩的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不过现在黑客已经抓到了，林薇也露出了马脚，我相信真相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那你刚才说什么？他输了你？我只是为了激怒他。你不是我的战利品，如果爱情不是相互的，不是平等的，就没有意义。那就好，刚才真是吓死我了。大戏终于落幕了，我也该走了。这次眼光不错，不过你小子那么笨，都能追到那么美丽的姑娘，我是不是也应该谈个恋爱了？啊，学长，这件事情……好了，行了，我不是帮你，我只是看不惯林薇，还有你们 SG 所谓的什么息事宁人的企业文化，真的是让人……所以我故意捅个马蜂窝而已。我真的很抱歉。有什么好抱歉的？7年前卖软件的事儿，确实是我的错。我在这儿向你道歉。之后我还会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发什么声明呢？啊，都是兄弟，有些事儿有必要让别人知道吗？你说呢？谢谢。我们还是兄弟，勉强算是吧。哦，对了，外面很多记者，这个烂摊子你们自己收拾，我先走了。改天请我吃饭。你好，董事长。没想到是凌薇做的，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企业文化竟然是息事宁人。如果当初客户资料丢失的时候能够坚持查下去，后面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看来 SG 的风气是要改变一下了。董事长，今天的签约是真的取消了？对，美国公司的人我已经让他们回去了。那我去通知媒体们，让他们散了。哎，等一下。我听夏言说，你对算法的将来有一个新的构想。大家好，我是许成义。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发布会。其实 SetUp 算法，它的普及可以大大解决大数据存储和云计算的计算时间。人们常说，影响人类近代文明的3大技术是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如果说互联网在这之前仅仅是消费娱乐的应用，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它终将走向产业。我记得在最初我提到 SetUp 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疯了。确实，光靠我一个人的能力，就算花上10年、20年，
成功研发的概率也不到5%。这个时候是 SG 无条件支持了我，所以今天我仅代表 SG， 将这份成果赠予给孕育我们的城市，也经授权将这份成果送给全世界的科创公司。赛道的算法自今日0时0分起，无偿开源，与全球共享。徐总好。夏言，不，夏总监，你真是太棒了！这次多亏了你和徐总力挽狂澜，这都是大家的功劳。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文琪，你的股票都解套了。终于松了口气。你看，哎，那天听到徐总说我们的算法要无偿开源的时候，我都吓死了，以为这下完了 ，SG 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没有了。不过现在一片利好啊！网络时代的逻辑思维跟过去不一样了。囤积居奇虽然能高价卖出，但也只是短期的收益。只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平台，开发共享，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现在我也懂了。不过徐总真的是太厉害了，不光人长得帅，眼光也那么不一样，难怪薛老大一直那么敬佩他。也不知道薛宁现在怎么样了。哎呀，薛老大那么能干，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的。过段时间我们就能听到他的消息啦。徐总、夏总监，我们真是爱死你们了！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夏总监入职，好不好？好！夏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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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忙吧。夏总监，夏总监，夏总监。我们的闺蜜星球今天上线啦！有件事儿，我现在告诉你的话，你肯定很生气。我就知道你有事儿啊，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SG 在北京的分公司即将要上市，董事长他希望我亲自去北京。去北京？去多久？大概1年吧。哦，我是想听你的想法。如果你不让我去的话，我就直接就给回绝掉了。因为你的想法才是最终的答案。那你别去了。你要一开始就想拒绝，就不会过来问我了。我知道 ，SG 对你来说很重要，董事长对你又那么好，
他既然开口了，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你就知道我会答应你，还跑过来装模作样的走个形式。我哪有走形式啊？你说我万一去了北京，我把你丢了怎么办？我还怕别的小姑娘把你给抢走呢。你听没听过一个笑话？说，爱情就是两个丑得像猪一样的人，还生怕对方被别人给抢走了。说什么呢？哪有我们这么好看的猪啊？而且你还这么可爱，以后你就叫猪可爱。那你就叫朱晶英，简称朱晶。你才朱晶呢。你去北京吧，我支持你。只是我会很想很想你。谢谢。喂，刚刚怎么没有接我电话呀？我刚刚在忙，正好跟一客户在聊事情呢。中午还这么忙？你吃饭了吗？我当然有好好吃饭了。你看我，气色多好啊！哎，对了，昨天我跟一个客户啊去北京吃了一个叫大炖烤鸭，特别好吃。等你手头工作忙完了，我带你去吃好不好？我才不要吃呢，我怕我自己吃胖了。怎么可能会胖？那个东西不会胖的。关键咱们新州没有，我带你尝尝鲜。这是我想你时的表情，这是我想到你时的表情。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什么东西糊了？啊，我去。哎呀，我救。想什么呢？啊，煎鸡蛋的那人跑出来了，这样很危险的。不好意思啊。来坐吧。许成义还没有消息吗？已经快1个星期了。他走的时候到底怎么跟你说的？他跟我说他去山里做调研，可能没信号，让我别担心。去山里做什么调研？好像是跟武器信号有关吧。我当时太忙了，也没具体问。先想办法联系到他，问清楚了再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压根儿联系不上他。
北京的同事呢？会不会知道？联系一下试试。这个许成义太过分了，要不现在行动不便，我早弄死他了。哎，你快坐一会儿吧，别动了胎气。没事儿，这玩意儿随我，脾气冲着呢，是不是啊？你慢点儿。踢我！哎，我说正事儿呢，我就没想到那个许成义居然跟林浩一样，去了北京就变心。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了吧？早什么早？夏言那些同事都说了，没有这项目。又撒谎，还玩失踪，这不就是出轨的前兆吗？你说我们4个啊，到底怎么回事？被出轨，被分手，被抛弃，还离婚。少说2句。我不，好不容易要尘埃落定了，以为可以修成正果，看起来最痴情的许成义居然又来这么一出。以前他这么戏弄我就算了，现在居然敢这么对我闺蜜，他死定了。你当妈了，能不能稳当一点？听夏言自己怎么说。还怎么说啊？当然剁了他啊，对吧？我想去找他。找他？你还去找他？他这么对你，你还找他？让夏言自己做决定。让姨妈自己做决定啊。好的。董事长，我知道我越级了，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问谁了。什么事儿？你说。您知道许成义在哪儿吗？他跟我说他去山里做调研，可能没有信号，让我不要担心他。可是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跟我联系了，我就问了北京的同事，同事说他负责的项目已经完成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调研工作。所以我想问你，您是不是给他安排了什么其他的工作？如果没有的话，我要向您请假，我要去北京找他。北京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不知道，但我还是要去找他。如果他故意躲着不想见你呢？如果他要是不想见我，他跟我说一声我就回来。可是如果没有他的消息，我就算找遍整个北京，我也要找到他。我担心他。好了，你不用去北京了，他不在那儿。您知道他在哪儿？他让我替他保密，怕你担心。现在看来，我要不告诉你，你就更担心了。他到底在哪儿？这段时间他在治疗眼睛，现在正在康复疗养，你去找他吧。他在这回忆的转列扬起，慢车厢的拥有和失去。还带着梦的心里，追寻远方的期许。整装待发，那些眼底的理想化，时间在偷偷变成魔法，可勇气怎么能落下？给身边的你最美的情话，知道吗？爱能让人不害怕，年轮刻画在脸颊，也敢抱紧你，表达一切的想法。不美
心铁律是晋升，没有晋升就没有积累，做再多事情也都是原地踏步。这是私人通话，请你尊重别人的隐私。你想要隐私，那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在公开场合打视频电话，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什么事都先怪别人，也许这才是你一直无法晋升的原因吧。你是？男朋友还是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不要偷看别人手机，没礼貌。徐总，徐总，啊？哦。徐总 ，SG 的徐总。不好意思，来晚了。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呀。上茶，小乐，上茶。哎，上茶。我开完会以后啊，就去旁边的餐厅吃，那家餐厅特别好吃，我认识那个老板，是特色菜，它是这个柬埔寨的菜。夏言，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徐总忘了介绍了，这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夏言。不用介绍了，我们见过面。徐总你好，都是误会啊，希望您别介意。时间不早了，赶紧开始吧。赶紧开始啊！徐总，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尽力解答。按照这个速度一直稳定增长下去的话，什么时候能到100万级？什么时候能到1000万级？你是有做过特别的调研，还是凭着你自以为是的判断？大概这不是一个疑问句。徐总，根据以往经验，夏小姐知不知道现在市场上和你们爱瑜伽定位相似、量级相当的 APP 有多少？我所知道的竞争对手有天天瑜伽、Yoga Home。所以夏小姐，你们的项目里有什么专利性技术是别的团队无法掌握的呢？没错，光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瑜伽类的就不止2、3个，还不包括减肥操、舞蹈、普拉提，当然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健身 App。我想把爱瑜伽整合到 SG 秀我的平台上，是徐总您下一步的规划吧？可是，我为什么非得选你们呢？比起其他瑜伽类的 App， 我们做的最好的正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所以我们更适合秀我。徐总，我想这正是您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吧。双眼。夏小姐这番言辞的确很有感染力，毕竟这生意场上嘛，最终还是要靠产品说话。不是徐总，你再考虑一下。爱瑜伽虽然仍有瑕疵，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今天起，项目交接就由夏小姐和我们运营部薛总监负责。这事儿我就得多说你2句了。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这方案的思路和想法是开会的时候我提出来，大家一起补充的。你呢，花了些心思把它整理出来，的确是很辛苦。但是这样揽功的心思可不应该有啊！我一直很欣赏你，不然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我们公司的挺聪明的，非常的，这次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非常的柔软。是不是有人故意挑拨了什么呀？要不这样，你也别整理方案了，把这些材料处理一下。
他们慢慢就会柔软的。这些文件交给实习生来做就行了。下班之前交给我。哎，行了，我送你。不用了啊。小夏不是在吗？哦，哎，小夏，哎，来，送点石头。我本来还以为来 SG 做交接的是你呢。这些都是公司安排的，交接的事情，徐总您不用担心。我没有在和你说交接的事儿。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在真相面前不敢面对、委曲求全的人。徐总，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最近的日子过得还挺水深火热的嘛。你这么聪明，知道自古功高盖主的都难得善终吧？所以接下来，你是打算继续留在公司忍辱负重，还是急流勇退啊？谢谢徐总您的关心，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看来还真是在温室里待太久了，温水煮啊，渐渐熬去了你的斗志。你现在是一点往外跳的意识都没有了。徐总，您对合作公司的员工说这些，不太合适吧？什么？不合适的我都在你们孙总面前说完了。啊？哎，你跟我们老板说什么啦？哎，你到底说了什么呀？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像这几个问题，都交给你来回答吧。徐总，你怎么来了？徐总监，人事部没通知你吗？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2轮面试，评分都很高，自认为3面也不错，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我到底是哪里不足，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他被淘汰了？对，面试结束之后，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他说夏小姐是因为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而被辞退的。辞退？怎么会是辞退呢 ？SG 一向用人谨慎，档案上有不良记录的人，通常首面就会被淘汰。你之所以能通过2轮面试，只是因为星辰那边的档案更新速度太慢了。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除非你能给到我有效的离职证明。徐总，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从程序上说，确实没错。程序，我之前在星辰的工作成果，你们2位也都看到。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还要重要吗？当然不是，重要的是结果。如果真如你所说，你是被人陷害的，那也只说明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失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以后你要学会看人。薛总监说的没错，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何让星辰收回他们的诬陷，把辞退记录消除。如果星辰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你们2个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当然。面试已经结束了，人事在12点之前会确定录入名单。现在是上午9点半，也就是说你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清白。好，我证明给你们看。夏言，你来晚了，已经过了12点了。20分钟前，我已经把离职证明交给人事部了，这个是副本，你们看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夏小姐的工作能力确实不一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为什么？刘一鸣你认识吧？听说你带着几个朋友大闹他的婚礼，甚至还招来了警察。我们 SG 可是上市公司，是不会雇佣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刘一鸣和我朋友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可是他却婚前出轨，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分手。可是他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跟他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
我们那天去婚礼现场，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刘一鸣的真面目，还我朋友一个公道。如果这样在你们眼里也算是惹是生非的话，那么 SG 确实不适合我。等一下，既然是对方有错在先，婚礼的事就不能算是过失。薛总监，这事儿你确实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不用了，因为档案的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到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向当事人求证，这样的公司不进也罢。确实不能因为档案问题就轻易否定一个人，当然，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就轻易否定一家公司。你说对吗？月薪2万，持5星，3个月试用期，下周一入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运营部新来的同事夏妍。大家好，我叫夏妍，之前在星辰科技负责爱瑜伽的项目，今天正式入职 SG， 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你好，我是美琪。嗨，我是悠悠。嗨，我是艾米。我是小，你就不必了。夏妍，我们运营部实行末位淘汰制，每个月月末都会根据大家的绩效考核来打分。连续2个月分数垫底，就会收到黄牌警告；若是第3个月继续垫底，就会被劝退。小齐，你已经连续3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吧？今天可以去人事递交辞呈了。我们 SG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Drive for results， 一切以结果说话。不管你的过程当中有多努力，只要没有达到目标，那就是无效劳动。所以在这里呢，不要想着能够浑水摸鱼、耍小聪明、玩心机。不管你表现得有多刻苦，只要你没有完成任务，就会被劝退。我们会把机会留给那些更合适的人。我说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悠悠，是我新版本的第2季度线下活动策划方案。我们小组已经整理出了3份，今天早上已经发到薛总监您的邮箱里了。我看过了，没创意、没重点，不及格，推翻重做。给你们3天时间，一定要展现出秀我新版本的主推功能。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线下活动场地已经谈好了，活动文案和物料设计也已经准备好了，邀请的媒体名单也已经列出来。只是什么？我说没说过工作会上不要只谈成绩，有问题先说问题。因为还有几个嘉宾没有邀请到位，所以物料暂时还没有办法制作，宣传通稿也在等最终确定的嘉宾名单。邀请嘉宾的工作之前是小齐在做吗？是。你能行吗？没问题。论坛下个月必须按期举行，所有的嘉宾名单这个星期必须交到我的手上。你就坐小齐的位置，试用期3个月。你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机会吧。小齐，我之前合作过一家广告公司，待遇还不错，我觉得挺适合你的。你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是他们公司的名字，还有电话。谢谢你。这是我电话，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小妍，徐总好。入职第1天，这么忙啊？项目进度紧张，我得尽快熟悉。这身衣服不错，继续保持这种风格。
夏言，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的嘉宾名单和资料我都发你公司邮箱，记得查收。好，加油。夏言，你是不是得罪薛老大了？你也觉得他对我有敌意？不是觉得，而是事实。他交给你的任务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可是，在我的字典里没有 impossible。袁大海教授，刚才那个被劝退的小齐，就是卡在这个袁大海教授上了，2个多月都没能搞定，只能收拾东西回家了。这个袁大海教授啊，是业内大拿，全国计算机安全信息领域的资深教授。他来做主讲人，必然会提高这次活动的品质，所以上面就定下来非他不可。可是他拒绝了。小齐给他发了好多邮件和短信，他愣是不搭理。后来小齐直接跑到袁教授学校的办公室，直接被他叫来的保安轰出去了。僵持了2个月，愣是没跟袁教授说上10句话。还没下班？徐总，没事，坐。啊，达人秀的事情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加了个班，整理点方案。准备的怎么样了？线上的宣传是美琪他们组在负责，主页的宣传海报已经和企划部对接过了，还有比赛页面的功能需求和产品部已经开过会了。线下的发布会还有活动场地是艾米和悠悠他们在负责，具体相关物料已经开始筹备了。听薛总监说，达人秀的名单还没敲定。还差15个。我梳理了一下网红的名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找的网红类型太过单一。这事儿和薛总监商量过了吗？还没有，我只是梳理了一下名单，写了个方案初稿。我看看。目前大众所认可的网红，普遍都是长相漂亮、打扮精致的女生。但其实这样的女生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尝试，我们可不可以打破既定观念，加入不同类型的达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音乐。网易云音乐他们有10万以上的音乐人，我们这几年听的很火的、很流行的歌曲，都是来自于这个平台。徐总，你觉得呢？先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吧。行。吃饭吧。不了。紧张什么？让你吃饭又不是吃你。不是，我还要忙方案的事情呢。那这份沙拉我吃了，徐总你不介意吧？吃这么少？晚上吃太油腻的不健康。这鸡蛋给你吃吧，我不爱吃。您不吃就放着呗。浪费可耻。你这么晚还在下班，男朋友没意见？所以，咱们公司是不是应该考虑给员工发情感补偿费啊？可以啊。如果你们分手的话，我可以考虑补偿一笔费用给你。徐总，我虽然有工作，但是我也有个人的生活。你自己慢慢吃吧。方案就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明天交给我。刚聊2句工作，又开始胡说。
那接下来，请 SG 的员工拿出你们的手机，将主页的截图发送至我们的后台，看看谁的网易云音乐等级最高，我们就让谁上来表演，好不好？好的，来，请看大屏幕。经过后台工作人员的汇总，我们得出来的最后结果是，徐总与这位夏小姐并列第一。看来这位夏小姐与我们徐总还真是有缘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运营部的这位美女夏妍女士上台，有请。那么下面要让我们的徐总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可是我不太会唱歌。不会唱歌啊？那可不行，大家能同意吗？不同意。你不是会弹钢琴吗？你弹我唱。你怎么知道我会啊？你简历里边写了呀。下面请欣赏由徐总跟夏妍为大家带来的歌曲。过往早已变得平淡，甚至开始自我调侃，偶尔心头一酸，掀起一些波澜。雨天撑着的双人伞，如果最爱那加餐馆戒一般的习惯，洗澡也太晒，让我怎么承受？应该嘘寒问暖，还是借口不谈？那些遗憾留在心底，成为旧欢。开始的倾心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我早已习惯一个人孤单，心酸为难，也要假装自然，惨淡或灿烂，却与我无关。开始的倾心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无关。反正我早已习惯。我真是好羡慕夏妍啊！徐总要是能这么深情地看着我唱歌，我一定会激动得晕过去。也别太羡慕了。虽然徐老大没说什么，但是整个 SG 都知道，徐总是薛老大的奶酪，动不得。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 SG 的新员工，叫夏妍。他虽然刚入职不久，但对达人计划和今天这场 party 的筹备尽心尽责。他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休息时间，来配合运营部的工作。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夏妍正式成为 SG 的员工，提前转正。SG 是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地方，无论是我们员工，还是和我们签约的达人，还是和我们携手共进的合作方，
你们的付出和心血，我今是陪嫁。你们的鼓励与支持，才会使 SG 变得更好。好，那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各位达人们 ，Party 继续进行。好的，非常感谢徐总的精彩发言。动情的歌声总是能够打动人心。看起来一表人才的，他还真挺会伪装。人都是有隐藏性的，而且隐藏起来的那部分，往往和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没想到我们合作的还挺默契的。徐总，这样会让人误会的。误会？误会什么？你有话可以直说。好，那我今天就直说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会错了意，我还是跟您重申一次，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我们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哦，看来关系还挺不错的。巧了，我也有事要告诉你。那分手吧。嗯？他们聊什么呢？你应该不是挑拨离间的人吧？也比不上。你完全有更好的选择。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姐妹穗儿的故事？嗯？如果你要没听过的话，就去网上查一查。徐总，有空吗？你们先聊，我先去处理一下事情。喝一杯呢？好啊，请。夏言。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Sorry。喝美了啊？不会喝酒就别学人家喝这么多酒。我刚刚跟所有的同事都喝了一杯，在心里默默地跟他们都道了个别。虽然时间不长，还挺舍不得他们的。这份工作总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各种激情。我爱死这份工作了。那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非要离开呢？啊？你说什么？我说，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非要离开？哼。你。因为这里有你，但是我有更重要的东西，不能失去。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怎么心里都是花花肠子呀？你说谁人模狗样的？谢老大，干嘛去了？我找一下夏言，你看见他了吗？我没看见他喝太多了，我得送他。你喝的少啊，赶快回去。你喝多了，我开车送你回家。啊！我要回去跟我的运营部同事们再喝一杯。哪儿还有运营部同事啊？都走光了都。他们真没等我。谁会等你啊？走吧。你也喝酒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喝酒了？我喝的那是水。可以走了吗？动物园里有大会的。动物园里有夏言。
你这迷迷糊糊的，你告诉我的地址准确吗？大灰狼，你说女人的拒绝是不是很可怕？可不可怕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说，你的直觉一定是错的。之前我一直觉得，即使我跟我前夫貌合神离，也要在一起。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可是你走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和他之间只剩利益。我不想再自欺欺人，我知道，我爱上你了。可是我已经回到他身边了，我们都决定结婚了。如果你真的决定结婚，我也不会让你为难。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也真的爱我？太对不起夏言了，我不能再辜负她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如果你心里有别人，却依然要选择跟另一个人结婚的话，那这样岂不是更不负责吗？可是我只要你回答我，到底爱不爱我？你女朋友？干嘛去？先躲一下行吗？为什么？是为什么？有要什么？如果你可以当着他的面拒绝我，我就彻底死心。先别说这个了行吗？这个呢？怎么办？然后我今天不在家。这不是你家。我男朋友家。干嘛呀？打个电话。看来你女朋友跟你有一样的烦恼。
躲什么？他都这样光明正大带着你女朋友在你面前示威了，你躲什么？他们不是那种关系。你确定？也许现在不是，但首席技术官亲自送一个小职员回家，事情绝对不会就这样结束。这种事情我见太多了，那些不经世事的小姑娘被有权有势的男人多看一眼，就觉得自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尤其是像许成义这种不仅有权、多金、帅气，而且还单身，想要不动心太难了。我和那个许成义相比，真的就差那么多吗？你当然不差，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打工的。等我把公司法人换成你，以后你就是老板，不需要再向任何人低头。再过几年，公司壮大了，那个夏言一定会后悔，他因为许成义而错过了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对我好啊。你对我好1分，我就会还你10分。但有一天，如果你对我坏1分，我也一样会还你10分。不会，永远不会。有时候女人的直觉确实挺可怕。你怎么在这儿？醒了，醒了就赶紧穿衣服吧。你什么你？想清楚了再说话。我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这种烂俗的问题，我应该是不会回答你的。出去！衣服给你买了新的啊，放心穿。你出去！今天是特殊情况，允许你请假。这个是房卡，房费1200，自己付。以后不会喝酒呢，别学人家喝酒。好啊！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恭喜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我的条件。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谈条件 ，SG 随时都可以找到不逊于我的人才，但这是我留下来的前提。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
不得语气调戏、动作暧昧，更不准有肢体接触。欠债还钱，不许不收。这权利和义务划分得这么清楚，你这是约法三章。虽然内容有些滑稽，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君子协定，一式两份，白纸黑字。希望你可以好好遵守约定，我们两个和平相处。你有这个精力啊，可以好好出份伺候案了。你也留一份。欢迎回来。差点忘了，说是不能有肢体接触是吧？行，那你好好准备你的方案吧。加油。好，那我先走了。悠悠，你把，哎，夏言，哎，夏言，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也不联系我们一下，你去哪儿了？家里出了点事。对呀，我听艾米说你爸爸生病了，现在怎么样？没事了吧？做了个小手术，现在已经出院回老家了。不管怎么说，夏言回来就好啦。对呀，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头脑风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觉得只有风暴，没了头脑。太夸张了吧你！真的，我们都可盼着你回来了。行，那我先去工作，回头我请大家吃饭。拜拜拜拜。